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2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02.06，收盘价是199.95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3.17，最低价是在197.4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113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2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，并且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2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下影线略长，那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反弹的行进中。那这样的K 线的线型啊，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那锤子线如果是出现在上涨或者反弹的行进中，通常它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我们会看到这根锤子线，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。那这预示着股价呢将会出现回档，但是我们也会观察到当日这根锤子线它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，所以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回档，如果收盘价不跌破这根锤子线的最低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还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我们补充说明一下，如果这根锤子线在这样一个高位，收盘价不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如果当日的成交量是量增，那么将会预示着股价一定会有回档。但是目前出现的是量缩，所以呢出现这根垂线之后，日后股价如果不跌破它的最低啊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上行。也就是这根量缩的锤子线，它很有可能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然后待日后再进行突破，那也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 K 线信息的补充说明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，收盘价我们分别给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盘在202附近，另外一个是收盘价在208。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95或者是在193。那实际在2月16日收盘价是在199.95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，也就是195这个位置，虽然说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，就是收盘价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，下方呢是仍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好，那么股价出现了回档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
那对于2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82。182，我们会看到这是底高的第二个底，目前上方有头高，下方有底高，那也就是自2月5日以来，目前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情况下，股价下行的回档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前面的这个底，也就是182，所以这是我们把它设立为股价下行第一个目标的原因。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啊，我们说上方还是有很多支撑的，一方面是各条均线值。5日均线值、20日均线值这都是强支撑，同时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189附近，那么它也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这个位置也将是强支撑。我们再次补充说明，强支撑不代表不能跌破，强支撑是说明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那如果一旦跌破呢，那也就是说，将预示着股价会有更深度的回档，或者说是，会有跌破182的可能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182。182如果被跌破，那么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。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75。跌破175的目的就是要维持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。那我们会看到现在，如果股价出现反转向下跌破175，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低，下方会继续出现底低，那将会继续维持这个空头趋势。所以股价一旦跌破了182，下方一定是175。175如果被跌破，其实我们会看到股价会继续维持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下方再次出现底。那么接下来的目标一定就是152，对，也就是要跌破这一波的涨幅。好，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的3个目标，分别是182、175和152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股价目前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呢，我们之前设立的是218这个位置，是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它是一个中间的目标，仅仅是一个压力位。实际上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啊，应该是241，对，这是前高。好，那么股价我们会看到，要到达218之前，目前这个缺口，包括这根垂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03，将是压力位。同时啊，相对于目前股价的收盘价，200关口啊，依然是一个压力位。如果是一个在2月20日是一个低开盘或者大幅的低开盘，200关口依然是压力位。好，那反过来说，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甚至跳空的高开盘啊，其实200关口将会成为一个支撑，那么股价会推动股价去回补这个缺口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说在到达218之前，这个缺口和前高，包括200关口是比较重的压力。实际上，说到这里，我们也会看到，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，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好，218如果被站上，那么股价将会第二个目标就是241，然后站上241，其实这一波如果股价出现反转，它的目标就是要重回265的上方。但是我们依然要关注如果股价在接近241之后啊，那么上方这还有一个最后一条下行的趋势线，将会是一个比较更强的压力。我们会看到这条趋势线呢，我们回顾一下，是特斯拉
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2个高点，我们设定的一个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那之前在2023年曾经有2次、3次包括2023年的年底，一共1、2、3、4次触碰到这个趋势线，而出现了反转向下。所以我们说呢，股价在站上218之后，在到达241之前我们认为这条趋势线依然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位置，它是一个强压力，极强的压力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和上行。那对于2月20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出的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195附近，那股价不跌破它呢，不会出现深度的回档。我们看股价根本就在盘中没有到达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对于2月20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根锤子线的最低是197.5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为什么关注它呢？就是我们刚刚在 K 线信息解读的高位出现这样的一个锤子线，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反弹。由于目前是呈现的是价跌量缩，所以在2月20日盘中，股价如果在盘中不跌破前低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反弹，或者是至少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。对，所以我们盘中要关注这个位置。当然，如果要是在盘中在197.5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，对，会继续下行去测试下方的这几个均线值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197.5的理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25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1月29日收盘价192和2月9日收盘价194，这是在1月29日是5%，在2月9日是10%，然后我们在2月15日这个收盘价是在200关口附近，有10%的加仓，那一共是25%，成本价是在19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由于我们现在一直在加仓，那么这个仓位我们是准备做多的，所以呢，目前只要盈利的情况下，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获利出场。那么我们给出止损位是在2月16日，我们或者这个仓位我们目前就是守182，是守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当然我们会看到2月16日股价是根本就没有可能到达这个位置哈。那么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2月16日收盘价在199.95这个位置，对于这个仓位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，因为出现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么股价会继续回档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，是不可以继续叫做加仓的。对，好，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多头仓位的描述。那到了2月20日，这个多头仓位我们给的止损位继续是守182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获利随时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仓位。然后之前我们说在这个位置，我们说每一个加仓的位置，同时它也是初次建仓的位置。我们再描述一下这个最后一个加仓的位置。如果在这个地方强反弹进场，
是200关口附近进场抢反弹5%。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，也就是要守189。对于这个仓位呢，到2月20日仍然是守这根绿 K 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空头来说呢，目前我们说空头的目标一定是189和下方的182。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00关口一直到上方的206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描述。好，那么由于2月20日是新的交易周的开始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周 K 线图。好，周 K 线图呢，我们先来看看K 线信息。那在2月12日当周 K 线图生成的是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我们叫实体中绿 K 线。它和前一周的 K 线线型是相同，这都是含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。那如果出现在下跌的底部呢，通常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前一周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是价涨，然后呢呈现的仍是有微微的量缩，实际上叫量平。然后呢，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，我们会看到2月12日当周呢，也是出现价涨，然后出现的是量缩。那其实通常出现价涨量缩呀，预示着股价会回档。但是我们还要关注一个指标，这个价涨量缩，那么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面 K 线的最高，包括前面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的最高。所以说呢，出现这样的线型将会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反弹，但是呢，成交量不足，我们也要小心。出现这样的线型之后，股价会出现回档。那回档呢，我们认为只要不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82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不跌破它，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那么股价仍然会，或者之后交易周，股价仍然会有继续向上的反弹。那182实际上我们刚刚从日 K 线图来我们看一下，也是这个短期多头的第一个底。所以说日 K 线图不跌破它，那么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将会继续维持。实际上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那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只要不跌破182，那么股价依然会有继续向上的反弹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看，那之前我们给出在2月12日当周上方的股价到达的目标是202，实际是在199附近。下方如果是出现下跌呢，会到达182。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96，也就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是在它的附近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收在了相对高的位置。那对于2月19日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我们继续给出上方股价要到达的位置应该是在21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下方如果出现回档呢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到达185，会收盘在这个附近。好，那周中我们要给的关注的位置呢是192，192是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下沿。好，其实呢，我们说它也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附近。那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在周中如果不跌破192，也就是在192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
当然，如果股价一直是在192下方运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，会收在185附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描述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2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，我们说是前高，我们给出4个，第一个压力位依然给出200关口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203到上方的这个缺口是207，是这个区域，这是第二个压力位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这个218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先给出这3个压力位，然后下方的支撑我们来看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应该是前低197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94到195之间。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从191到192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第四个支撑是189。好，当然向下的支撑是18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2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出现回档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1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9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8附近。其实这个回档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下，对。然后呢，对于这个回档，我们给出2个点位。如果股价最低到了193，在这个位置，那么收盘会收在195附近。所以回档我们给出2个点位，一个是不跌破前低的位置198，另外一个是195。对，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9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0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1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9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我们叫横盘向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